前阵子北京的四通桥上面发生了一起极为罕见的抗议事件，抗议者直接单挑习近平称呼他是独裁国贼，还要习近平立刻下台。这件事情不止震惊了全球媒体，也引爆了后续一连串的反袭行动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四通桥抗议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今年的中共20大是习近平寻求第3任任期的关键时刻，而在20大之前，中共大幅增加了网络审查的力道，也对潜在的异议人士进行了严密监管，希望不要出任何的骚乱。但是就在这么敏感的时期，北京市区内却突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示威者，在大庭广众下挂布条抗议，要求习近平下台。那虽然说中国过去这几年也有零星的抗争事件，但普遍是针对地方官员或是地方的政府。像这样子直接冲着习近平而来的行为，可以说是极为罕见，胆大包天。四通桥的抗议事件震惊了全球媒体，也引起了中国国内外一连串骚动。四通桥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只身对抗习近平的勇士究竟是谁？后续又造成了什么影响呢？在开始讨论之前，按照惯例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科技界的年度盛事 ARMTech Symposia 2022即将在11月2日台北万豪、11月3日新竹国宾举办实体论坛。今年的论坛主题横跨车用、物联网、基础设施、终端产品等，从面向未来的趋势洞察、最新技术的研究到当前实务上的解决方案，都能够一次掌握。除了产业专家以及 ARM 生态系伙伴的演说，还能够在现场参观技术与产品的展示摊位。无论你是身处于半导体产业、ODM、OEM 厂商、系统和品牌厂、新创公司，或者是软体开发人员，这次的 ARM 论坛都很欢迎你来参加。如果全程参与，并且完整的填写问卷，在论坛结束时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4 Pro 等多项基于 ARM 架构设计的好礼。有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的链接免费报名。台北跟新竹各有一场，都可以报名哦。10月13日，也就是中共召开20大前3天北京海淀区的四通桥上面，有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，疑似伪装成施工人员，在桥上绑了几个大布条，布条上面大辣辣的写着抗议标语：不要核酸要吃饭，不要风控要自由，不要谎言要尊严，不要文革要改革，还有不要领袖要选票，不做奴才做公民，以及最耸动的一句话是罢课、罢工、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。他用扩音器不断的播放着抗议的口号，更在现场烧起了疑似轮胎的物品，浓浓的黑烟不断从桥上升起，吸引了来往人们的目光。不过，如此大胆的举动也立刻引来了警方的注意。没有过多久，大批的员警就赶到桥上，将男子现场逮捕，而布条也被警方撤下，让这起抗议迅速的落幕。虽然说这整起事件呢非常的短暂却在国际上面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有的媒体联想到了6·4天安门的坦克人，称呼这位四通桥上面的抗议者为新坦克人或者是桥人，赞扬他与中共对抗的勇气。而外界推测，抗议者之所以选择四通桥，可能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。四通桥临近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等等的重点学校，是北京的交通要道。而且历史上面呢，这里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抗议事件，并不像是天安门一样是政府重点防备的区域，因此在四通桥上面抗议，或许能让更多人看到，也不会那么的快呢被警方给拦阻。根据其他媒体的说法，四通桥事件结束之后，北京马上就在各大桥梁部署警力以及看桥人，防止类似的抗议行动再次的出现。不过，整起事件落幕之后，中国官方及媒体并没有任何的报道，也没有任何的对外公开资讯。而在中国官方一片静悄悄的状况之下，也让外界更加好奇，这位单挑习近平的四通桥勇士到底是谁呢？经过大家的合力搜索，有人发现呢，推特上面有一位名为彭在洲的账号，极有可能就是四通桥勇士。这位彭在洲可能只是化名根据网友调查，他真实的身份是黑龙江的一位电磁学学者彭立发。网友指出呢，彭立发过去透过彭在洲这个笔名发出推文，希望大家一起加入新护国运动，一起把独裁者习近平拉下台。在他的账号上面呢，提供了各种罢免习近平的方法，其中呢就包含了在桥上悬挂布条。而在他过
过去的推文里面呢，也出现过这次四通桥上面的抗议标语，甚至他也号召过大家在20大的期间一同参与罢课罢工的示威。而在这个四通桥的抗议行动当天的凌晨4点，彭丽发更是写下了"我们马上要行动了，希望你们能够多多转发"这样子的推文。虽然这些贴文现在呢疑似已经被删除了，但种种的迹象都显示，彭丽发很有可能就是四通桥事件的主角。有人认为，彭丽发之所以会行动，是因为过去2年多来，中国防疫政策过于严苛，无止境的隔离、无止境的核酸检测、无止境的动态清零，已经让许多人的生活达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再加上习近平即将在20大连任，中国可能迈向更加专制的未来，才会让彭丽发忍无可忍，决定跳出来反抗政府。不过目前都还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可以完全的证实以上内容，除非呢这件事情有更进一步的发展，否则抗议者的身份、动机可能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。由于对于中共官方来说，四通桥事件完全不存在，自然也不会公开逮捕之后的处置行为。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像这样子敢在公开场合跟习近平作对的人，通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像是在2018年，有一位叫做董瑶琼的中国女子呢，她在直播上面对习近平的肖像泼墨，还公开批评习近平独裁专制。结果当天下午，她就被公安带走，几天之后呢，就被当局以患有精神疾病为由，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接受长期的治疗。而另外一个案例呢，则是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。过去的他呢，因为时常公开批评中国的政策，成为网络名人，也获得了任大炮这样子的绰号。但是在2020年2月 ，COVID-19 疫情刚烧起来的时候，任志强就写文章批评政府防疫不力，欺骗民众，还暗讽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，引起了社群一片哗然。结果1个月之后，他就遭到了逮捕，并在不久之后被人民法院以触犯贪腐罪等罪行为由，重判了18年。外界普遍认为这就是因言获罪，招惹到当局才会有的下场。那么回到这次的事件，很多人担心彭丽发可能会面临10年以上，甚至是无期徒刑的惩罚。而且目前彭丽发也下落不明，人权律师也想要介入引咎，但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找人，情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乐观。虽然整起事件官方全程保持缄默，但其实在事件发生之后，四通桥抗议的照片、影片一度在微博还有微信上面疯传。只不过没有过多久呢，北京桥勇敢就变成了敏感词，被全面的封禁跟审查。大家搜寻这些关键字也找不到任何跟四通桥有关的结果，而许多转发相关讯息的账号更是直接遭到了炸号，被官方给停权处置。有的中国网友不希望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被压下去，改用官方目前还无法监管的 AirDrop 将四通桥的消息匿名传送给周遭的人们。也有的网友使用我看到了作为代名词，用最隐晦的方式在网络上面讨论四通桥事件，像是我看到了但这里看不到，我看到了我不会忘的等等的贴文，表达他们在严密监管下不愿意保持沉默的心声。在四通桥的事件之后呢，中国各地疑似还出现了许多模仿与致敬的行动。从网友转发的照片来看，好像在广州、北京等地的公厕都出现了反独裁、反核算涂鸦或是声援彭载舟的标语。而在20大闭幕当天，上海则有2位女子拿着不要的白布条上街游行，疑似是在向四通桥勇士致敬。而另外在海外地区，美国、英国、欧洲、韩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学校园也出现了反新浪潮，像是在耶鲁、哈佛、纽约大学等等的知名学校呢，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响应四通桥抗议，在校内的布告栏上面张贴海报，将抗议的内容翻成英文，希望更多的外国人关注这件事情。而有的海报呢，则是更大胆的剑指习近平，批评习近平贪恋权力，必须要到站下车引咎辞职。由于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呢，做出这种抗争行为可能会被其他支持中共的留学生举报，影响到自己的未来，甚至是人身安全，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非常的谨慎，小心的参与行动。目前我们还很难判断这些行动还会维持多久，有没有扩大的趋势，而这部分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下去。这次事件因为中国当局封锁的消息，官方也没有公开任何的资料，所以外界能够掌握的资讯目前比较有限也比较难做出更全面的评论。而目前如果相关资讯还有重大变动的话，我们也会更新在下方的留言区让大家知道。
那么回到四通桥事件，我们注意到抗议事件结束之后，舆论出现了2种声音，一种是觉得很欣慰，很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跟彭在宙或者说彭立发一样勇敢站出来，一起反对独裁，反对习近平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则是觉得很悲观，表示这种抗议行为是飞蛾扑火。他们认为事情过了这么多天，四通桥事件犹如船过水无痕，习近平确定开启他的第3任任期，中共的运作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。而所谓海外的反习浪潮，也很可能呢只有一小小撮的中国留学生在响应，不成什么气候。他们觉得这次抗议最大的意义，或许不在于有没有冲击到习近平的统治，而是要向其他人传达更重要的讯息，那就是中国不只有一种声音。我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当中，看到不少海外的中国留学生表示，自己也曾经质疑过政府，质疑过领导人，只是过去的社会氛围，人人都是听党的话，跟党走，一直呢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异类，内心觉得非常的压抑。直到这次四通桥事件之后，各个大学的留学生跳出来张贴声援海报，他们才知道，不是只有自己对领导人感到不满，不是只有自己受不了党的作风。对于这些希望中共改变的异议者来说呢，四通桥事件点燃的星星之火，或许是无法燎原哦，但仍然是黑暗中的一点光明。希望能够让彼此知道，在这条改革的路上，自己并不孤独。好的，那这集呢先到这边哦。今天想问大家是，当你看到中国出现抗议事件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？A 觉得很好，最好有更多加入，一起推翻专制的中共。B 乐见其成，但还是很担心那些牺牲的人。C 不太看好这些抗争行动，最后还是会失败吧。记得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四通桥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此外呢，可以点这个地方看中共20大介绍以及爱国小粉红的觉醒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